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天然溶洞里啊，这个溶洞呢有1000多米长，位置是在湖南省怀化的城西。这洞里面挺压抑的，灯光也比较暗，整个呢就是黑漆漆的。对于像我这样有点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说呢，这里面确实有点不大舒服。大家看，这两边都是天然的岩洞洞体。穿过这个巨大的溶洞呢，我们将到达我们此行翻山越岭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从溶洞穿出来以后呢，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条干净而平整的公路，通往军工小镇。这个军工小镇拥有130年的历史，从晚清到抗战，乃至到解放以后，这里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3面环山，1面临水。早年想进入这个军工小镇呢，天然溶洞是唯一的通道，所以这里呢既隐蔽又易守。大家看到路旁的建筑和围墙呢，十分具有年代感。这个围墙里啊，就是以前的厂房，造型很特别，每一排房子呢都连在一起，几乎没有空隙。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有没有什么讲究？在这条路上呢，还看到路边的山壁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山洞，这也是这个小镇的特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在山体上开凿出来的，主要是用来在这些洞里呢生产和储存枪炮等军工用品。沿着这条路深入了大概1-2公里后呢，就看到小镇了。小镇看上去还是挺热闹的，路边有一座不高的山，山崖子上又看到了洞穴，洞穴旁呢还建了座房子，这个应该是当年的老房子，厂房，看上去呢结实牢固。现在这个山脚下呢是在进行修整施工。广场上立着张之洞的雕像，那么张之洞又跟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张之洞，中国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北总督、军机大臣。毛主席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说呢，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并称他为中国4大实业家之首。张之洞于1892年创建湖北枪炮厂，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等成套设备，所生产的汉阳式步枪等均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因此成为晚清规模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后来呢，几度易名。1937年呢，抗战爆发，工厂奉命南迁。1938年6月，机器动力等分厂呢迁湖南城西。解放后，工厂改称城西兵工厂。1951年，工厂在城西孝平建厂，改称湖南枪弹厂，代号961厂，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兵工小镇。这个就是这个小镇现在的航拍影像。那么如今这个军工小镇是否还保留着当年861这个3线工厂的痕迹呢？我们走进小镇的住宅区，眼前的建筑明显还保留着上世纪70、80年代的风格。沿着道路呢是清一色的4层小楼，排列得十分整齐，楼宇间的树木生机盎然。这些房子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应该算是挺高档了吧。跟我们现在的住宅房一样，当年这些住宅呢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比如说爱国、胜利、先锋、红旗、和平、建国、生产等等，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光这些名字呢，就仿佛让我们走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3线建设者们走进这个深山，在这儿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场面。也正是他们无私无畏的付出，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下了基础。这些旧痕迹依旧可循，宿舍楼的墙上依稀可辨的字迹写着生产村4栋。
现在一些861药厂的老职工还住在这里。这位大爷就是工厂的退休职工，如今他们老两口还住在这个小镇里，但是子女呢早就已经走出小镇到城市里面去了。说起往事，老爷子还是非常感慨。说到工厂最鼎盛的时候呢，大概有职工1万多人，家属近5万。这儿建的楼、栽的树、修的路，从无到有，都是大家自己搞起来的。大爷告诉我们啊，当年工厂呢主要生产航空炸弹，为咱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转民用以后生产的白云牌冰箱畅销全国。宿舍楼河对面看见当年的一幢厂房，2层楼，建造的相当规整，但现在上面呢写着拆字，等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可能就看不见了。按照规划呢，这里将要建一座军工旅游小镇，可能会对原建筑做出一些调整吧。岁月变迁，可能永远不变的就只是眼前的这条小溪了。我们在河对面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厂房入口，密密麻麻的青砖砌成的墙看上去特别坚固。院里面估计已经荒废很久了，植物长得郁郁葱葱，都已经高过围墙了。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呢紧闭着，里面的建筑爬满了藤状植物，把房门都遮盖住了。谁还能想起当年861药厂的工人们进进出出、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呢？这个运动场让人眼前一亮，你一定以为这是个现代某个大城市的体育场，谁说不是呢？超大的场地，标准化的足球场、篮球场，绿草如茵。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861药厂配套的大操场呢？当年小镇上不仅配套这样的大操场供人们运动娱乐，学校、医院等等配套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所以说这里虽然位置偏僻，但小镇就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天地，自成体系。俱乐部这栋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房子在当年应该是多么的雄伟和大气啊！我们在孝平军工小镇的旅程呢，快结束了。这里虽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新企业的蓬勃发展呢，为小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军工旅游小镇的规划也为小镇带来了无限的希望。祝愿小镇的未来更加美好。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